嗨，我是伊藤，现在我在新山 Broadon 电车的 showroom， 然后就是这一间啊。今天我要来拿我的车，因为我买了就是 EMA7。之前原本我想要上传一个就是 test drive 的影片，可是因为那一天相机有问题，所以就没有拍好。今天就直接来开箱我的新车 ，Let's go。 Wake up in the morning, feel the sunshine on my face. Another day. 好了，刚刚我已经拿到车了，在那边都忘记拍照，因为要做一些交接的仪式。我是第一次买电车嘛，所以还要做一些有关之前教育的东西啦，要花一点时间在那边。好，从我拿车到现在已经过了2个星期了，所以我已经开了2个星期，我就来简单分享一下我开了 EMA7 2个星期的感想。但我先来介绍一下它的外观好了。我说一下这台车，它这边前面是有 LED 的，然后它的 LED 跟它的 signal 是用同一个灯管。所以当在打那个 signal 的时候，它的日照灯是不会亮的。然后外面这一块这个 L shape 的这个地方，它是没有功能的。在中国版它应该会有日照灯，可是在马来西亚版本也是没有。然后这一个地方它也是不通风的，所以它的风阻系数应该会比中国版本来的低一点。然后当然就是它的 logo 啦。这个 logo 跟中国那个方包的那个设计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的 Broadon 挂名上去了嘛，所以它就是用我们马来西亚 Broadon 的 logo。然后说一下，这个就是它的钥匙，钥匙的部分它会有一个黑色的，还有另外一个是白色。然后它的自动开启的功能，其实就是你靠近大概1.5个公尺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打开。手把的部分它是这一种模式的，所以我觉得比较好。如果像那种传统的有一个凹槽，很容易用指甲就会刮伤，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 OK。说回镜头的部分，前面 logo 下面就有一个摄像头，然后车身上方也有一个 ADAS， 就是智能跟随使用的那个摄像头。镜子边边的话，这边下面左边右边都会各有一个摄像头。然后我们说到后车的话，这边是一个贯穿式的 LED 灯，当然，然后后面也会有一个摄像头。然后这边的话，后车厢是自动的，所以就省去了一些麻烦，就是你不用手去开，好，按这个按键，它就能关下来。然后内饰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马来西亚的版本的内饰是蓝色，暗蓝色。中国的版本会有白色，可能马来西亚人都比较喜欢深色的那个 interior， 所以都是蓝色为主。主驾这边就是有这个锁门的按键，然后锁窗口的按键，然后自动窗上下开关的功能，但它的功能是反的，其实有点不太习惯。然后还有这边这个是调你那个望后镜的角度，因为我是第一批早鸟预购 EMA7 的车主，所以他们就有送了一个礼盒。现在打开里面看看有什么。好，这边有一个欢迎卡，就是 Welcome Pioneer 他们的研发博士的一些签名之类的卡片。哎，这个不是重点。然后这个礼盒里面最主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 Dashcam。坦白说，这个牌子我不熟啦，这个叫什么 Vivo 的牌子，然后是一个2K 的行车记录仪。之后我回去粘那个隔热膜的时候，会叫他们帮我安装看看。然后，因为我们是首批车主，他就给了一个这个卡牌，蛮重的。这个其实如果你要炫耀的话，就可以把它粘在那个车上。但我还在考虑要不要粘。然后这个就是一个马来西亚蛮有名的一个汽车香氛品牌 Venzo 的汽车香氛，还有这个就是他们的 Broadon EMAS 的一把伞。这2个空间就没有东西。然后最特别的，他竟然给了我5玻璃弹珠，就是马来西亚的果粒。
他竟然给了我1、2、3、4、5、6、7颗果粒。我想说这个果粒是干嘛？向神龙许愿吗？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Bourdon EMAS 的家用充电桩 Wallbox。然后买这一台的时候，它跟 BYD 不一样，是 BYD 还会送一个就是普通插座的那种 3pin 的充电线，但是 Bourdon EMAS 就没有送。后来我问了之后，他们是说因为安全隐患的问题。然后像我家就是因为比较旧的区域，所以怕电线会走火，所以他们就不送那个线。如果真的是有需要的人，其实就去淘宝自己买就可以买得到。但本来就要安装这个充电桩在家里，所以就等那个技术人员来安装就好了。安装充电桩的部分的费用就要自行负责。然后这个充电桩是包含在你买车的价钱里面，所以它就是不会再另外计算。如果你要安装家里的充电桩的话，7 kW 的话费用是1388，然后22 kW 的话费用是1688，但还要看你家里的电线的布局。如果布局是没有办法很容易安装的话，还要看你之后一些额外增加的费用，所以到时候还要再看情况。然后因为我买的这一台是 Premium 版本。我先说一下为什么我会买 Premium 版本。买 Bourdon 的车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把那个车款分成很多不同的等级。当你需要一些功能的时候，那个价钱就会往上跑。像我以前第一台车就是 Persona， 所以那时候我是买最入门的版本，而且是10几年前的版本，当时连蓝牙都没有。所以后期我需要用一些蓝牙的功能，我只可以去买那个 FM transmitter 来接我的蓝牙，因为我不喜欢花钱去改车。然后这一次我会直接买 Premium 的版本，是因为其实续航才是买电车的主要考虑因素，但就是因为电车的营销方式可能跟油车营销方式就不一样。当你直接买到长续航的版本之后，它该给你的功能就一次过都给你了，就不需要再去额外就是加钱，然后你可以拿到一些功能。所以我觉得价钱可能差了15000，但是主要的续航我拿到了，然后其他的大部分功能我也有了，就像是它这个音响系统，这个 Flyme Sound。Flyme Sound 如果是普通版本的话，我没有记错，大概只有8个单元，然后这个 Premium 版本的话是16个单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啦，天窗，然后就有这个天窗功能。当然现在我就不开了，因为刚好在下雨。当然在马来西亚，我相信很多人其实都不会打开天窗，因为我们的空气其实没有到很好啦，因为有时候就会下雨啊，或者是有时候会有烟雾啊。除非你今天去露营，以这个价位来说，我可以买到这样的功能，其实我觉得已经 OK 了。当然有人会问说，这个银河15在中国的售价才120千人民币，但是为什么马来西亚要卖到120千马币？其实我的一开始的想法，我其实也是觉得这样，因为我们都会很直观的用马币跟人民币的兑换率直接去兑换，可是后来想一下，因为我们目前还是由中国完全组装进口的，虽然是说没有抽那个电车的进口税，但还是有一些进口的运输部分还是需要一些成本。当然 Bourdon EMAS 这个品牌现在目前算是一个独立的品牌，所以它现在的 showroom 全部都要另外独立开启，然后它也要另外再请工作人员，所以这个也是一笔开销。我相信在之后 Bourdon EMAS 7卖的不错了之后，再加上他们之后可能还会来 EMAS 5，是比较偏向 Myvi 的那种车型，所以如果到时候 Bourdon 的电车在马来西亚有了销量之后，他们就会在马来西亚设厂组装，所以到时候的售价肯定会往下降。但以现阶段来说，因为刚好我本身也要买车，我又不考虑那个汽油车，我只考虑电车，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偏好电子产品的人。然后其实买这台车给我感觉，其实它不像是以前买汽车的那种感觉，反而是比较像很大型的电子工具，就像手机放大版的一个功能。一开始有智能手机，后来到有出现平板，然后现在就感觉是那个平板之后再更大的一个东西，就是电动车。然后因为我觉得有些功能在电动车更新了它的 OTA 之后，它会下放一些新功能在你这个车款上面，而不像一般汽油车，它的 OTA 更新了之后，它最多只是更新那个多媒体的那个屏幕罢了，就不会对你车上的一些智能功能有更新。所以我觉得
我反而是比较取向买电车。当然有一些人会说，哎呀，买电车是智商税啊，然后会有很大的电池焦虑。认真说，因为我家目前还没有在充电桩，是因为刚好遇到新年，工程师要下个礼拜才能来我家里装，所以我目前在外面充电了2次。第一次我是回去我买这一台车的 showroom， 那时候它的充电桩虽然已经安装好了，但是我们的 TNB 还没有去调，所以它的那个功率还不是最高的，它功率只有到18 kW， 所以变成它的充电速真的慢啊！我只能说我充了1个小时，大概才充了20-30% 的电量。然后第2次充电就是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快充，大概就是80 kW， 然后是 DC 快充。接下来就给你看，就是我充电的一个记录。好，现在我要来充电，然后我现在就要选我家附近的充电桩，然后我选这个 I'm here， 那个充电桩的栅栏已经下来了，我现在要停好车，把这边拔枪。这个是80 kW 的充电枪。好。插上去这边之后，它就会倒数启动。现在1度电的价钱是1块4毛9，所以现在开始充电在计费了。现在的电量是17%，然后大概预估的时间是59分钟吧。然后它的充电电量已经来到78 kW， 它就应该能使用这个全功率的充电。我们试试看，充电20分钟之后大概能充多少呗？然后现在我们在车上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启这个休息模式，然后我就预设它大概20分钟吧。好，现在它就会把外面的门锁掉，然后把椅子调到一个可以躺下来的方式。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在这边休息。所以基本上，像我可能驾长途的习惯，如果有时候我开车累了之后，我都会在就是休息站或者是油站躺下来，小休息一个10分钟，这样子我觉得对驾驶也比较安全。然后因为我不喜欢就是硬顶着那个疲劳的感觉硬开车，这样子其实很危险。现在有了这个充电的方式，可以借机休息一个20分钟，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没有差，因为一般上我在高速公路开长途的时候，我即使不休息，我可能去休息站小个便，然后可能会去买个咖啡来喝一喝的话，其实大概时间也是会一个20分钟，所以换成电车来说，对我来说没有差别，差别可能唯一是那个充电桩够不够的问题而已。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一个东西我还能适应啦。好，现在可以看到已经快20分钟了，然后现在费用大概就是40块左右呗。我们现在结束。好，现在充完电了，这边可以看到费用就是40块5毛3。刚刚是剩下17% 的电量，现在是57%，所以充了20分钟，大概就是充了25瓦时的电，所以就是40% 的电。好，刚刚就看完了我当天的充电记录。官方数据是说这一台车最高资源是100 kW， 好像是说20分钟能从20% 充到80%。它的续航能力，因为我大概只开了400多嘛，官方说这一台 EMA7 充满电的行驶数据是410 km， 大概就要扣个10%，就大概是300多左右啦。当然也要看你自己个人的使用模式，电车就是最怕黄金右脚，所以你一大力踩下去的话，它的那个续航就会掉很快。当然有些人会问为什么我不去买 BYD 的 Atto 3，第一个就是价钱，因为其实我本身并不是很追求车的人，然后我觉得花个150千去买一台车对我来讲其实并没有实际效益，因为我觉得车对我来说就是个工具，我觉得能开就好。因为我本身也在考虑 SUV， 因为我家里我要载老人家，所以如果我买那种像那个 BYD 的 Dolphin， 它的高度其实对老人家上下车也不方便，不要说老人家，连我都会觉得不方便，毕竟我也40岁了，然后有时候坐到那种很矮的那种车身很低的车，其实我都会觉得上下车都有点困难。第二个我考虑的就是车型，我不考虑那种普通小型轿车，然后我希望是 SUV 有空间感。在这一台公布之前，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别的选择，我本来想要买的是 Perodua 的 Altiva， 就是那个 mini SUV 的那个车型，是说去
去年会有一个更新的版本，可是到后面它一直都没有更新，然后等，我就等到这一台中国版公布了之后，就说马来西亚也会即将跟进，所以在它第一次从中国他们把那个吉利银河15开来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留意这一台车，然后到后面马来西亚的版本正式进到马来西亚了，在马来西亚巡回路演，就到了新山这边来。我也有去看了一下，有看到我的小红书还是看到我的 Facebook 我 po 的那一篇贴文。其实当天我并没有下订单，可是隔了2天之后我就想说啊，就反正我本来就铁了心要买车嘛，所以这一款又是符合我的基本需求的，就直接放了定金。我本来预算是说其实应该会过了新年才拿到车，因为我是早鸟订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新年之前就拿到车。我应该是新山第一批拿到车拿到这个颜色的人。那时候一拿到车就要开一个开箱影片，新年在忙，然后又发生一些事情就没有拍，然后拖到了今天2个星期之后。目前我开起来都觉得蛮满意的，然后唯一一个问题我是觉得比较让我不习惯的就是这个是我第一台开的电车，12月去中国旅行的时候，我那边的亲戚刚好就有那个中国版银河15，然后他就借我开了一小段，然后我开了之后觉得整体来说符合我的预期，因为中国的路况相对来说比较好，但是马来西亚的路况其实并不是那么理想，你是马来西亚人都懂，马来西亚的路上都会有坑坑洼洼的，要不然就是不平坦的路，所以他们的那个避震器在中国的版本已经是偏软的，可是马来西亚的就会针对马来西亚进行调教。但我这2天开了之后，我还是觉得它是偏软，但对我来说我并没有太大影响。我的前提只要它的车身够高，在我过一些坑啊或者是一些那个路墩的不会刮到车底，我就已经很 OK 了。所以之后我就会再拍一个更详细的有关它的车机系统，因为它的车机系统其实现在还在很早期的版本，听说中国版本已经更新了2次，所以他们的一些功能就已经下放了，但马来西亚的还是他们第1版的版本。然后马来西亚的版本的车机系统，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希望他们之后会跟进，就是语言的问题。现在的车机系统只有英文，没有别的语言。电车的车机系统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不是用我自己惯用的语言去设定的话，其实有一些功能我会设定错误，会造成开车的风险。所以我希望不短能之后针对车机系统，就是去更新马来西亚通用的语言，像是马来文、中文，甚至是印度文，所以不要单单只是英文。而且我觉得因为这一款本来就是中国车款，它本来就有中文，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的原生的车机系统是没有中文的，这个是让我有点无解。马来文要事后再开发研发的话我还能理解，但是你中文拿掉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好，整体来说我觉得这台车目前我使用的感想，如果打分的话，我大概打在8分左右。就像我说的，我很满意。为什么只打8分？就是因为有一些功能它还没有下放，我希望之后它能下放这些功能。针对驾驶 Bourdon EMA7 2个星期的使用心得就到这边，拜拜。